木偶奇遇记》卡洛科洛迪第1章。木匠樱桃师傅得到了一段木头，这段木头又会哭又会笑，像个孩子一样。从前啦，有一位国王。我的小读者们马上会说，不对，孩子们，你们错了。从前啦，有一段木头棍儿，这段木头并不是什么名贵的木料，而是冬天用来烧火炉和壁炉取暖的普通木头棒儿。我不知道是怎么发生的，但是在一个大晴天，这段木头不知怎么就来到了老木匠安东尼奥师傅的铺子里。老木匠的鼻子尖上总是闪着红红的光彩，像个熟透了的樱桃，所以大家都叫他樱桃师傅。一看到这段木头，樱桃师傅高兴得直搓手，嘴里不停地说，这段木头来的正是时候，我要用它削一条桌腿，安在我的桌子上。他说完，马上拿起一把斧头，要削皮砍细。可是他刚举起斧头要砍下去的时候，他的手却停在了半空中，因为他听到了一个细细的声音在恳求，可别太用力打我呀。孩子们，你们想想，那个好心的樱桃师傅老人会是什么样子呢？他惊奇地睁开眼睛四处看，想看看那个小小的声音是从哪里传来的，可是他什么也没有看到。看看凳子底下，没有；打开柜子，没有谁在那儿；翻翻装爆花和锯子的筐子，什么也没有；打开铺子的门，伸出头朝街上望，什么也没有。哦，那么我明白了，他笑着说，用手挠了挠自己的假发，这声音肯定是我自己想出来的，让我开始干活吧。他又抓起斧子，神情严肃地朝木头上砍下去。哎呦，你把我砍疼了，小小的声音喊道，很不高兴的样子。这一回樱桃师傅真被吓呆了，眼睛差点没飞出眼眶，嘴巴张得老大，舌头伸出老长，一直伸到了下巴上，活像一个喷泉旁站着的怪物。舌头刚能动弹，他就哆哆嗦嗦结结巴巴地说，这个喊哎呦的声音是从哪儿来的？再说这屋子里连个鬼也没有，可能是这段木头学着孩子的样子哭闹不成？这个我可不敢相信。瞧，木头就在这儿，不就是一段烧壁炉的普通柴火吗？跟所有的皮柴没有两样，扔进炉子里煮豆角的木柴，无，要不然有谁藏在木头里？谁敢藏进去，谁倒霉。那好，我这就叫他高兴高兴。他说完，双手抓住这段可怜的木头，毫不留情地朝墙上撞去。撞了几下后，他侧着耳朵听，想听听有没有什么呻吟的声音。听了2分钟，什么也没有。5分钟后，什么也没有。10分钟后，还是没有。我明白了，他说，勉强笑了笑，挠挠头上的假发。那个喊哎呦的小声音是我自己的幻想，别理他，只管干我的活吧。他实在怕得浑身发冷，为了给自己壮胆，试着哼起小调来。他放下斧子，拿起一把刨子，想把这段木头刨平刨光。正当他一上一下地刨着时，他听到一个细细的声音笑着对他说，请住手啊，我浑身上下都被你挠痒了。这一回呀，可怜的樱桃师傅真像被雷电击中了一样，一屁股软倒在地上。等他睁开眼睛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是坐在地上的，他的脸完全变了形，就连他那永远是红红的鼻尖，也因为害怕而变成了青色。第2章。樱桃师傅把木头送给了他的好朋友杰佩托。杰佩托想用这段木头做成一个神奇的木偶人，一个会跳舞、会击剑、会翻跟头的木偶。正在这时候，有人敲门，请进来。木匠说，都没有气力站起身来。一个快快活活的老头走进来，他的名字叫杰佩托。可是邻近的孩子们如果想让他生气的话，就爱叫他玉米糊糊。
那是因为他头上总戴一个黄色假发套，颜色跟一盆玉米糊糊特别相近。杰佩托的脾气特别古怪，谁叫他玉米糊糊，那准是犯了大忌。他立刻狂怒不止，那样子就像一头发疯的野兽，什么办法也制服不了他。你好啊，安东尼奥师傅，杰佩托说，你坐在地上做什么呀？我在教蚂蚁做算术呢，倒挺会玩的。老兄，谁把您带到这儿来的？2条腿呗。安东尼奥师傅，我到贵府来是有一事相求啊，只要您吩咐一句，我随时乐意为您效劳。木匠说，用双膝的力量硬支起身子来。今天早上我脑子里闪出一个好念头，快说来听听。我想为我自己做一个灵巧的木偶人，一个神奇的木偶人，又会跳舞，又会击剑，还会翻跟头。我要带着这个木偶周游世界，往后吃喝花销就不犯愁了。怎么样，老伙计，这个主意不错吧？太好了，玉米糊糊！那个细细的声音喊起来，不知道是从哪里传出来的。一听到有人叫他玉米糊糊，杰佩托的脸色刷地红了起来，跟一个很辣的红辣椒一样。他转过身来，冲着木匠怒气冲冲地责问：为什么侮辱我？谁侮辱您了？您叫我玉米糊糊？那不是我，我会让您瞧瞧我的厉害的。我说是您。不是的，是的，不是的，是的。吵架的声音越来越大，他们说着嚷着，终于打起架来，互相揪住假发，拳打脚踢，抱住对方咬，扭作一团。打完架后，安东尼奥师傅手里捏着杰佩托的黄色发套，而杰佩托的嘴里叼着木匠的灰白色假发。把我的假发还给我，安东尼奥师傅央求道，把我的也还给我，这样我们重新和好。2位老头各自从对方手中拿回假发，紧紧握住对方的手，发誓从今以后一辈子做亲密的朋友。说吧，杰佩托师傅，木匠说做出个和解的样子，我到底能为您做点什么？我需要一段木头做一个木偶，您能给我吗？安东尼奥师傅满心喜悦，赶快去取台子上的那节让他胆战心惊的木头。正当他要把木头交给朋友时，木头用力一挣，从他手上猛烈地挣脱，不偏不倚，正好砸在可怜的杰佩托的腿上。哎呦，安东尼奥师傅，您就是这么送礼的吗？差点没叫我成了跛子。我可以对您发誓，那不是我干的。这么说，倒是我干的不成？要怪就全怪这段木头。不错，我知道它是木头，可是刚才是您用它撞我的腿的，我没有故意撞您的腿。撒谎！杰佩托，您可别侮辱我。小心，我叫您玉米糊糊，蠢驴！玉米糊糊，蠢驴！玉米糊糊，丑猴子！玉米糊糊！当听到第3次有人喊自己玉米糊糊时，杰佩托的眼眶顿时发黑，身子朝木匠扑过去，给他一顿好揍。战斗结束了，安东尼奥师傅发现自己的鼻子上多了2条抓痕，另一位呢，上衣上少了2颗纽扣。不分输赢，2个人又紧握双手，发誓成为终生的好朋友。杰佩托师傅捡起那段木头，一再感谢安东尼奥师傅，然后一拐一拐地走回了自己的家。第3章。回到家后，杰佩托立即开始制作木偶人，给他取名皮诺基奥。木偶一开始就很调皮，做了不少恶作剧。杰佩托住在大楼底下的一间地下室里，房子靠从楼梯口透进来的光照明。家具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一把破椅子，一张硬板床，一张东倒西歪的小饭桌。在房间的底墙上挂着一幅画，画的是一个壁炉，火在燃烧，锅里水在沸腾，团团雾气缭绕，看上去跟真的一模一样。刚一走进家，杰佩托刻不容缓，拿起木工工具干了起来，雕呀刻呀，终于做成了一个木偶。给他取个什么名字呢？
他自问自答，就叫皮诺基奥吧，这个名字会给他带来好运的。我认识一家全都叫皮诺基奥的人家，爸爸叫皮诺基奥，妈妈叫皮诺基奥，孩子们个个都叫皮诺基奥，一家子人过得很不错。他们中最富有的一个却沿街乞讨，他为木偶取好了名儿，然后开始做细致的加工，给他做头发、额头、眼睛。眼睛做好了，那双眼睛眨呀眨的，紧紧盯着他瞧。你们能想象得出他那副吃惊的样子吧？杰佩托看到自己被2只木头眼睛紧紧盯住时，心里很不是滋味，一字一顿地说：“贼木头眼睛，干嘛老看着我？”没有回答。眼睛雕好了，现在该挖鼻子了。可是鼻子刚一挖出来，便开始往前长，长呀长呀，几分钟的功夫便长成一个特别大的鼻子。可怜的杰佩托截它一段，可是截了又长，长个没完没了，而且长出的比截下的还长。有了鼻子，该给它凿嘴巴了。嘴巴还没有完全凿好，就开始痴痴地笑起来，还哼起小曲儿来了。别笑了，杰佩托生气地说，可是没有用，跟对着墙壁说话一样。我再说一遍，别笑了，他用威胁的嗓音吼道。笑是停了，可是长长的舌头却从嘴里伸了出来。杰佩托装着什么也没有看见的样子，免得耽误自己的活计，继续干起活来。嘴巴做好了，轮到下巴、脖子、肩膀、肚子、胳膊和手。手刚装好，杰佩托感到头上的假发不翼而飞了。他仰头往上看，看到了什么？看到他的黄假发被抓在木偶的手里。皮诺基奥，快把我的假发还给我！皮诺基奥不但不还给他，反而把他戴在自己头上，差点把他憋死。木偶的胡闹和嘲弄叫杰佩托伤心透了，他觉得别人从来没有对他这么无礼过。他转过身来，对着皮诺基奥说：“坏儿子，我还没有完全做好你就开始不尊重你的爸爸了。不好，我的孩子，这样不好。”他流出一滴伤心的眼泪。还得做1双腿和2只脚，脚刚钉好，他的鼻尖便挨了一脚。我这是活该。他自言自语，我早该想好的，现在都已经迟了。他用胳膊夹起木偶放在地上，让他在房间的地板上迈步。起初，皮诺基奥的2条腿很僵硬，不会移动。杰佩托用手帮他，教他一步前一步后地迈步。皮诺基奥的2条腿渐渐灵便起来，开始自己走动，在房间里跑起来。后来穿过家门，跳到街上，撒腿就逃。可怜的杰佩托在后面追着，可是怎么也追不上。顽皮的皮诺基奥像只野兔，2只木脚在石板街上敲击着，发出坨坨的脆响，就像农民穿着木屐走路一样。捉住他，捉住他！杰佩托喊着。可是街上的行人看见木偶像一匹乱跑的马驹子一样狂奔，都好奇地停下来瞧热闹，笑着笑个不停，笑弯了腰。正巧一位宪兵打这儿经过，他听到附近乱哄哄的，以为是一匹马驹子挣脱主人的手开了溜，就在街当中叉开2条腿，坚定地拦住去路。皮诺基奥从远处瞥见宪兵像大栅栏一样阻住去路，想耍个滑头，从他的2条腿中间钻过去，却没有成功。宪兵一把揪住他的长鼻子，那鼻子好像生来就是让宪兵揪的，把他交给杰佩托。为了教训他，杰佩托伸手就去拧他的耳朵，可是耳朵没有摸到，他是多么吃惊啊！你们知道是怎么回事吗？原来呀，他竟忘了给皮诺基奥装上2个耳朵。他一把揪住他的后脖颈，拖在身后，摇头晃脑地威胁他说：“我们先回家去，到了家我再跟你算账。”一听说要挨罚，皮诺基奥扑通一声趴在地上，不愿再走了。一些爱看热闹的人和游手好闲的人纷纷围上来，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可怜的木偶啊！一些人说他不想回家是对的，
谁知道那个坏良心的杰佩托会怎么揍他呢？另一些不怀好意的人随声附和说：要说嘛，杰佩托看上去倒像个正人君子，可对待孩子却像个暴君。要是把可怜的木偶交到他手里，他不用费力就会把他打得粉碎。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着，把宪兵的心给说动了。他干脆放了皮诺基奥，而可怜的杰佩托却被带往牢房。杰佩托一时语塞，找不到词儿为自己辩解，他哇哇哭了起来，像头小乳牛，一面朝监狱慢慢挪步，一面哭诉：没良心的儿子啊！想想看吧，我花了多少力气，受了多少罪，才做了你这么个木偶呀！这真是罪有应得啊！我早就该想到的啊！这以后发生的事，整个儿是胡编的故事，叫人不能相信。不过，我在随后的章节里照样讲给你们听。第4章，皮诺基奥同会说话的蟋蟀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大家能看到坏孩子是如何讨厌那些远比他们懂得多的人来规劝自己的。可怜的杰佩托被带到牢房去的时候，淘气的皮诺基奥却被宪兵放掉了。他撒着欢往田野里跑，越过田地，好快点回到家里。他跑得那么起劲，跳过高高的山崖，翻过棘藜栅栏，跨过很深的水沟，活像受到猎人追赶的一只小野兔。来到家门口，他看见朝街开的大门虚掩着，便推门走了进去，反身拴上门，一屁股坐在地上，长长地舒了口气，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这份喜悦心情才不过持续了一会儿，就被房间里的吃鸡吃鸡吃鸡的声音给驱散了。谁在叫我？皮诺基奥问，有些害怕。是我呀。皮诺基奥四处张望，看见一只肥硕的蟋蟀正在慢慢往墙上爬。告诉我，蟋蟀，你是谁？我是会说话的蟋蟀，住在这间房子里有100多年了。不过今天这所房子归我了。木偶说，你要是知趣的话，就请立即从这儿走开，连头也别回。在没有对你讲出一个伟大的真理之前，蟋蟀回答说，我是不会离开这里的。讲出来好了，讲完了就赶快离开这儿。反叛父母亲，任性从父亲的家里出走的孩子是会招来灾难的。在这个世界上，不听话的孩子是不会有好结果的，他们迟早会后悔莫及的。你唱好了，我的蟋蟀，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吧，你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吧。我知道，明早天一亮，我就要离开这儿，因为假如我留在这儿的话，别的孩子碰到的倒霉事儿也会落到我的头上的。也就是说，他们会打发我上学，不管我是否愿意，都得叫我读书。而我呢，我对你实话实说吧，我是不喜欢学习的，我喜欢的是扑蝴蝶、爬树、掏鸟窝里的小鸟儿。可怜的糊涂虫啊！这样你长大后会变成个大蠢驴，大家都会拿你取笑的，你难道不知道吗？呸！你这个臭蟋蟀专门说不吉利的话！皮诺基奥吼起来。蟋蟀很有耐心，像个哲学家，不但不为这番辱骂所激怒，反而继续心平气和地说，假如你不喜欢上学，为什么不学会一技之长呢？将来也好凭本领混口饭吃呀。你想要我告诉你吗？皮诺基奥反驳说，开始失去耐性了。在世界上所有的职业中，真正适合我的只有一种。那是什么？那就是吃吃喝喝，睡大觉，尽情的享乐，从早到晚悠哉悠哉。照你说来，会说话的蟋蟀用他惯有的平静口吻说，凡是不劳而获、坐享其成的人，到头来不是进医院，就是坐监牢。小心点儿，你这个专说丧气话的臭蟋蟀！要是我真的生起气来，够你好受的，可怜的皮诺基奥啊！你真叫我可怜你，你为什么可怜我？因为你是一个木偶，更糟糕的是，你还长着一个木头脑袋。听到后面这一句话，皮诺基奥真的怒不可遏，他从桌子上抄起一把木锤子，朝会说话的蟋蟀砸过去。
他以为不会击中他，可是非常不幸，他偏偏出手那么准，木锤子正好砸在蟋蟀的头上。可怜的蟋蟀刚刚叫出吃鸡吃鸡吃鸡就僵硬了，身体紧紧地粘在墙上。第5章，皮诺基奥肚子饿得咕咕叫，找到一个蛋想煎来充饥，然而煎蛋竟飞出了窗外，这真叫人不可思议。天色开始变暗，皮诺基奥这才想起自己还没吃一点东西，他饥肠辘辘，腹内空空，胃口好极了。孩子们只要有好胃口，食欲便迅速传遍全身。只过了几分钟，食欲就变成饥饿，饥饿又变成一只大饿狼，变成一把割自己身上肉的小刀。可怜的皮诺基奥3步并作2步跳到灶台前，灶上的锅正煮得热气腾腾。他想揭开锅盖，看看里面煮着什么。然而锅是画在墙上的，你们该想象得出它懊丧成什么样子。他的鼻子伸得更长了，足足有4个指头那么长。他在屋子里乱跑，翻箱倒柜地找了个遍，希望能找到一点面包，哪怕是一点干面包渣，或者一根剩下的喂狗的骨头，一口剩余汤，一颗樱桃核儿，凡是能下肚的东西都行。然而什么也没有找到，他2手空空，一无所获，饥饿感却一个劲儿地增强，越来越强烈。为了给自己提神，皮诺基奥拼命地打哈欠，有好几次嘴角给哈欠拉扯到了耳朵根上。这时他绝望地哭了，说：会说话的蟋蟀说得太对了，我跟我爸爸作对，跟他捣乱是错的，从家里逃走是要不得的，要是我爸爸在这儿的话，我也不至于饿得要死。啊，饥饿才真是一种很坏的病呢。他似乎在一堆垃圾里瞥见了一个又圆又白的东西，看上去像是一个蛋。他一纵身向它扑过去，真是一个蛋。木偶的喜悦难以形容，他真以为是在做梦，手里捧着蛋在掌心里转着圈，亲了又吻，吻了又亲，说：我该做什么蛋吃呢？煎鸡蛋？不，最好在盘子里煮熟。啊，要是在煎锅里油煎，说不定味道更鲜。或者生着喝呢？不，最快捷的吃法莫过于煮来吃。我太想吃了。说到这儿，他立即动手，先把一个小长柄平底锅放在燃着炭火的炭盆上，既不放素油，也不放黄油，而是倒上一点水。水刚要冒蒸汽，啪！他打破蛋壳，将蛋壳里的东西往锅里倒。蛋壳里没有倒出蛋清和蛋黄，却飞出一只快快活活的小公鸡。小公鸡很有礼貌地深深一鞠躬，说：皮诺基奥先生，多谢您替我打破了蛋壳。再见吧，祝您好，并向您家人致意。他说完这一番话，展开翅膀，穿过敞开的窗户飞了出去，从视线里消逝了。可怜的木偶站在那儿直愣神，眼睛发呆，口张着，手里拿着那只蛋壳，好久才从惊愕中醒过神来，禁不住哭了起来，尖声叫着，失望地直跺脚，一面哭一面说：会说话的蟋蟀说得不错，我要是不从家里逃出来，要是我爸爸在这里的话，我这会儿就不会饿得要死呀。呜呜，饥饿好难挨呀。他的身体摇晃得越来越厉害，简直支持不住了。他想走出这间房子，跑到附近的小镇上，希望能在那里碰到一位心地善良的人，给他一片面包吃。第6章，皮诺基奥的一双脚伸到火炉上去取暖，烤着烤着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醒来一看，才发现2只脚给烧成了木炭。那是个冬季的漫漫长夜，雷声隆隆，震耳欲聋，闪电划破夜空，凛冽的寒风刮着，发出愤怒的呼啸，卷起弥漫的尘云。田野的树木被吹得拼命摇晃，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皮诺基奥最怕打雷闪电，可是比起肚子饿，电闪雷鸣就不那么可怕了。
他走到家门口，箭一样射了出去，只消100多跳，就跳到小镇上，累得跟一条猎狗一样，舌头伸出嘴外老长，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小镇上黑洞洞的，空旷旷的，店铺早已打烊，家家户户关着门闭着窗，街上连条狗也没有，好像整个镇子都死了。皮诺基奥大失所望，肚子饿得咕咕叫。他只得上前去进一家人家的门铃，心里想着总会出来一个人吧。一位老人从窗户露出脸来，头上戴着睡帽，气急败坏地吼道：都什么时候了？你要干什么？求您行行好，给我一点面包好吗？在门外等着，我马上就来。老人回答，他以为自己碰上了那种鲁莽的孩子，专门在半夜3更按别人家的门铃，打搅正在酣然入睡的人们。半分钟后，窗户又开了，还是那位老人的声音对着皮诺基奥喊道：到窗下来，伸过帽子来。皮诺基奥赶忙从头上取下小帽子，正要伸过帽子去接的当儿，不料一盆凉水劈头盖脑泼了下来，他从头到底被淋了个透心凉，活像个落汤鸡。皮诺基奥如同一只浑身湿淋淋的小鸡回到家中，又累又饿，身上没有半点力气，连站都站不直。他坐在椅子上，把2只湿漉漉的脚搁在燃着炭火的火盆上烤。他刚闭上双眼就睡着了，在熟睡中，2只木头脚点着了火，慢慢烧焦了，变成了灰。皮诺基奥照旧睡他的大觉，打着呼噜，那2只脚就像是长在别人腿上似的。天刚放亮，有人来敲门，他才醒过来。谁？他问，打着哈欠，眨巴眨巴着眼睛。是我，一个声音回答。那个声音是杰佩托的。第7章。杰佩托回到家里，这个可怜人把为自己预备来充饥的梨给了木偶当早餐。可怜的皮诺基奥睡眼朦胧，根本没有发现他的脚整个儿给烧没了。一听到他爸的声音，便霍地从椅子上跳下来。他想跑去拉开门栓，却踉跄几下，扑通一声跌倒在地板上。快给我开门！杰佩托站在街上大叫：我的好爸爸呀，我不能啊！木偶哭着回答，身子在地上打滚。你为什么不能？因为我的2只脚给吃掉了。给谁吃了？猫。这时前面正好有一只猫在用小爪子玩着木片，皮诺基奥瞧见了，就随口这么答道：我说你快给我开门！杰佩托又嚷道：再不开门，我进屋后瞧我不把你揍扁。我站不起来，您相信我吧。我真可怜啊，我这一辈子非得用膝盖在地上爬啊爬啊。杰佩托宁愿相信所有这些哭哭啼啼的哭诉都是木偶的又一个恶作剧。他决定爬墙跳窗进入房子，开出他本想说点什么，想做点什么。可是当他看到皮诺基奥真的躺在地上，脚真的没了，他一下子感到心口发痛，立即抓住他的脖子，将他抱了起来，在他身上不停地吻，伤心的泪水顺着他的面颊往下直流。他啜泣着说：我的皮诺基奥呀，你是怎么把脚给烧了的？我不知道，爸爸，真的，那是个可怕的夜晚，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电闪雷鸣，我饿得心里发慌。会说话的蟋蟀对我说：你要学乖，你是个坏家伙。我对他说：你小心点，蟋蟀。他对我说：你是个木偶人，你的脑袋瓜是木头做成的。我一气之下给了他一锤子，他就死了。我把一只平底锅放在炉子上，想煮鸡蛋吃，可是鸡蛋里飞出了小公鸡。我饿呀，那个戴睡帽的老头把头伸出窗外对我说：到窗下来，伸过帽子来。我饿呀，却遭了一通水淋头。我回到家里，因为实在太饿了，就把脚搁在炉子上烘干。这时您回来了，发现我的脚烧焦了。我肚子饿，2只脚却没了。唉。皮诺基奥放声大哭起来，哭得那么响，连5公里远的地方都听到了。
杰佩托好容易才弄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木偶快饿死了。他马上从口袋里掏出3只梨，伸到他面前，说：这3只梨是我的早餐，我心甘情愿送给你。快吃，吃下去就全好了。假若您想让我吃掉梨，那就求求您把梨皮削掉。削皮？杰佩托惊讶地反问。我的孩子，你吃东西可千万不该这样挑剔。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从小就要养成什么都吃的习惯，要学会糊口，因为一个人永远不知道今后会遇到什么样的倒霉事。什么情况都会发生的。您说的太好了。皮诺基奥接过话茬说，可我从来不吃带皮的水果，果皮叫我受不了。心地善良的杰佩托只好从衣袋里摸出一把小刀子，耐心细致地为他削去3只梨的皮，把梨皮放在桌子的一个角上。皮诺基奥咬了2大口，便把第1只梨吞下了肚，张口正要吐出梨核，杰佩托一把抓住他的胳膊，说：别吐出来，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东西都是好东西。我真的不想吞下梨核。木偶像条小蛇一样扭动着身子吼叫。谁知道呢？什么情况都会发生的。杰佩托重复说，一点儿也不发火。结果呢？3个梨核没有扔出窗外，而是与梨皮一起被放在桌子角上。吃下3只梨后，皮诺基奥打了个长长的哈欠，哭腔哭调地说：我还是饿，可是我的孩子，我再也没有什么给你了。真的什么也没有了吗？就剩下这些梨皮和梨核了。那好吧，皮诺基奥说，要是再没有别的什么东西，那我先吃一块皮吧。他开始嚼起梨皮来，起初真还难以下咽，可是后来一块接一块，梨皮全吞进他的肚子里。梨皮吃完了，轮到梨核了，一口吞一个，也全下了肚。他2手往肚子上一拍，高兴了，说：这下我感到好极了。瞧，杰佩托评论说，还是我对吧？我说什么来着？不应该养成太挑剔、口味太精细的习惯。在这个世界上，谁也说不准会发生什么事。第8章，杰佩托为皮诺基奥再造2只脚，又卖掉自己的皮外套，为他买了一本识字课本。肚子是不饿了，木偶又哭哭啼啼起来。原来他要一双新脚。为了惩罚他的顽皮行为，杰佩托故意不理他，听他失望地号啕了老半天，后来才对他说：我为什么要给你再造一双脚呢？也许是为了看到你再次逃出家门吗？我向您发誓，木偶啜泣着说，从今往后我学乖。所有的孩子，杰佩托反驳说，他们想要得到什么东西的时候都是这么说的。我保证我去学校念书，我会做一个优等生的。所有的孩子都这样，在他们想得到一件什么东西时，总是反复保证的。可是我跟那些孩子不一样呀，我比所有的孩子都乖呀，我总是说真话。爸爸，我向您保证，我会学一门技术的，当您老了，身体不行了时，我来安慰您。尽管杰佩托脸上装出很凶恶的表情，可是眼睛里噙满泪水。看到他可怜的皮诺基奥这么一副狼狈相，他心软了。他二话不说，拾起木器工具和2块上好木头，全神贯注替他做了起来。不到1小时，2只漂漂亮亮的小脚做出来了。细长细长的2只脚，既灵巧又清洁，跟大艺术家的天才杰作没有什么两样。闭上你的眼睛，睡觉。杰佩托对木偶说。皮诺基奥真的闭上2只眼，假装睡着了。就在他假睡的时候，杰佩托把用鸡蛋清条制成的胶水糊在2只脚上，把木脚结结实实地粘在脚的位置上。木偶发现自己有了脚，高兴得不得了，一骨碌从椅子上跳下来。起初脚怎么也不听使唤，身子东倒西歪，走路跌跌撞撞的。作为报答您的大恩大德，皮诺基奥对他爸爸说，我马上去学校。真是乖孩子。
可是为了去上学，我总需要穿点衣服呀。杰佩托穷得叮当响，身无分文，只好用彩纸替他裁了一件衣服，用树皮给他做了一双鞋，用面包给他做了一顶小帽子。皮诺基奥马上跑到一个盛满水的脸盆前去照自己，看到自己还蛮漂亮，欣喜得直蹦跳，神气十足地说：“我看上去跟个绅士一样。”真的，杰佩托随口说道，记住，虽然说不上衣服多么漂亮，穿上去你就像个绅士，但干干净净的确是真的。对了，木偶抢着说，为了去上学，我还缺点什么，而且缺的是最重要最好的东西。什么东西？我没有识字课本啊。说得对，怎么才能弄到识字课本呢？太容易不过了，去一家书店买一本嘛。钱呢？我可没有钱。我也没有。善良的老人接着说，表情十分忧伤。尽管皮诺基奥天生是个十分快活的孩子，可这时也显出哀愁，因为当痛苦是真正的痛苦时，所有的人都能理解的，连孩子们也不例外。别急，杰佩托喊起来，双脚一跳，霍地站起来，穿上补满补丁的旧外套，跑出了家门。过了一会儿，他又跑了回来，手里拿着一本给儿子买的识字课本，他自己的外套却没有了。这个可怜的人只穿着一件单薄的衬衣，屋外下着鹅毛大雪。爸爸，外套呢？卖掉了。为什么要卖掉外套呢？因为我热。皮诺基奥当然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回答，抑制不住一颗善良的心的激动，跳上去搂住杰佩托的脖颈，开始在他脸上乱吻。第9章。为了去看一场木偶表演，皮诺基奥卖掉识字课本。外面的雪停了，皮诺基奥胳膊下夹着崭新的识字课本，去上学了。走在路上，他脑袋瓜里胡乱捉摸着千奇百怪的事儿，凭空幻想出成百上千的仙阁琼楼，一个比一个更美丽动人。他自己对自己议论开了：今天到学校去，我要很快学会读字母，明天学会书写，后天学会数数。然后呢，我用学到的真本领去赚好多的钱。我用赚到的第一笔钱，先给我爸爸买一件漂亮的粗呢外套。那个可怜人确实有资格穿这样一件外套的，因为为了给我购买书和送我去上学，他现在只剩下一件衬衣了。他这么想着，心里热乎乎的。恰在这时，咿呀咿呀的吹笛子声和咚咚咚的锣鼓声由远处传到他的耳朵里。他不由自主地停住了脚步，竖起耳朵听。音乐声是从一条横街的尽头传来的。那是什么音乐？遗憾的是，我必须去上学。他站在那儿直发愣，怎么也想不出办法。要么去上学，要么去听笛子声。这样吧，今天我去听笛子声，明天去上学。再说，上学的日子往后有的是。这个小滑头终于做出了决定。说过这话后，他走上横街，撒着欢跑开了。越往前跑，笛子咿咿呀呀的声音，鼓乐铿铿锵锵的声音，听得越发真切。很快，他看到了一个广场，广场的中央搭起一个简陋的木棚子，周围挤满了观众。那个大棚子是干什么的？皮诺基奥问一个站在街上的小男孩。那块大牌子上写着呢，念一念不就知道了。我很高兴念，可我今天还不会念。好一头笨牛。好吧，我来念给你听。牌子上那些用火红颜色写的字的意思是木偶戏大舞台。节目演出很长时间了，现在刚开始。门票多少钱？4块钱。皮诺基奥好奇的心里直发痒，毫不害羞地对那个男孩说：你能借给我4块钱吗？明天准还你，我很愿意给你。男孩拖着唱琴回答。可是恰恰今天我不能给你钱，我把我的上衣卖给你换4块钱。木偶这样说。我要一件裁纸剪的上衣有什么用？天一下雨还不淋我一个透湿。
你要买下我的鞋子吗？用那玩意儿点火倒不错。帽子呢？给我多少钱？真是个好东西，一顶用面包屑糊起来的帽子，我怕耗子爬到我头上把我给啃了。皮诺基奥被这些话给噎住了，停在那儿想主意要拿出最后一件宝贝，可是他没有勇气这么做，最后还是说出了口：能给我4块钱换走这本新识字课本吗？我是个小孩，我从不从别的小孩子手里买东西。小孩子回答他，显然比他机警得多。4块钱我给了，换你的识字课本。一位打这儿经过的收旧衣服的对他说，不动腿的功夫，课本卖出去了。请想想吧，那个可怜的杰佩托这会儿穿着单薄的衬衣，冻得上牙磕下牙，待在家里，为的是给宝贝儿子买识字课本呀。第10章，木偶们认出了他们的木偶兄弟皮诺基奥，他们为他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庆典。更有意思的是，走出来一个拾火者老板，皮诺基奥狂奔乱跑，才冲出危险，结果很不妙。当皮诺基奥走进木偶小剧场时，发生了一件引起极大轰动的闹剧。要知道，这时候幕布已经拉开，演出开始了。舞台上，木偶阿莱基诺和普尔奇内拉正在吵嘴，他们要你一拳我一掌地打斗，互相刮耳光，舞枪弄棒厮打。台下观众看得十分带劲，他们不时哄堂大笑，笑得肚子发痛。突然，阿莱基诺呆住了，停止了念白作唱，转过身子对着观众，用手指着观众后排的某个人，用戏剧腔调大嚷起来：我的天哪！我是在做梦还是醒着？难道那个不是皮诺基奥吗？当真是皮诺基奥呢？普尔奇内拉也喊道：真的是他！罗萨乌拉夫人从幕后探出头来，尖声叫着：是皮诺基奥，是皮诺基奥！所有的木偶从幕布后面一起跳了出来，一起高喊：是皮诺基奥，是我们的兄弟皮诺基奥，皮诺基奥万岁！皮诺基奥，快上我们这儿来！阿莱基诺喊道：来和你的木头兄弟们拥抱在一起。听到这些热情洋溢的邀请声，皮诺基奥奋力一跃，从后排跃到贵宾席上，再一跃，从贵宾席跃到乐队指挥的头顶上，从那儿又跃到舞台上。木偶剧团的演员们用他们热热闹闹的方式欢迎他，他们使劲儿拥抱在一起，亲着吻着，那个场面真是感人，叫人想象不出有多么友好，多么热烈，情谊有多么深。可是台下的观众却受不了了，他们看到心爱的节目进行不下去了，变得不耐烦起来，此伏彼起地喊了起来：我们要看戏，我们要看戏！他们算是白喊了，木偶们不但不接着演戏，还加倍地欢闹起来。他们嚷着叫着，把皮诺基奥举到肩上，在舞台的灯光下扛着，如同扛着得胜的将军。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奇丑无比的人从幕后走了出来，他就是木偶剧场的老板。只要瞧上他一眼，便会吓一大跳。他蓄着像墨水一样的黑胡须，乱糟糟的，拖得老长老长的。他的嘴阔极了，活像一个灶门。他的眼睛如同2只红色玻璃灯笼，里面亮着光。他手里捏着一条粗大的鞭子。一看到老板意料不到的出现，所有的木偶顿时鸦雀无声，连气都不敢喘一下。那些可怜的木偶，无论男的女的，都在发抖，抖得跟晃动的树叶子一样厉害。你为什么来搅乱我的戏？老板问皮诺基奥，那个声音像是从患着重感冒的妖怪的嗓子里挤出来似的。最尊敬的先生，请您相信，不是我的错。收场吧，今晚我会教训你的。事实上，戏演完后，老板走进厨房，他在厨房里为自己烤一只绵羊做晚餐。绵羊是穿在一根铁条上的，在缓慢地转动着。柴用完了，烤不成了。于是他喊阿莱基诺和普尔奇内拉过来，吩咐他俩说：去把那个木偶给我抬来，他被我盯着呢。
那个木偶是用干木料做成的，我保证它一扔进火里，一定会生出很旺的火，烤熟我的羊再好不过了。起初，阿莱基诺和普尔奇内拉有些犹豫，后来老板的眼睛一瞪，他们吓得缩成一团，只好服从。不一会儿，他们回到厨房，胳膊上抬着可怜的皮诺基奥，他像一条离开水的鳗鱼，蠕动着，绝望地挣扎着。我的爸爸呀，快来救救我！我不愿死掉，我不愿死掉呀。第11章，食火者连连打喷嚏，他原谅了皮诺基奥。皮诺基奥的朋友阿莱基诺把他从死里救出。剧团老板食火者，这是他的名字，看上去是个很可怕的人，尤其是他那长长的黑胡须。他拿它当围裙使用，拿它盖住整个胸部和2条腿。然而，从内心来说，他并不是一个坏人。当他看见那个可怜的皮诺基奥被抬到自己跟前，拼命挣扎，连呼带叫，我不愿死掉，我不愿死掉时，他马上受到了感动，怜悯之情油然而生。他先坚持了一会儿，后来简直忍受不住了，打了一个响亮无比的喷嚏。一直在旁边伤心得似垂柳的阿莱基诺，听到这一惊天动地的喷嚏声，脸上的愁云一下子散尽了。他弯下腰，对着皮诺基奥轻声说：“这是个好消息，兄弟，老板一打喷嚏，就意味着他对你已经产生了同情心，你就得救了。”打过喷嚏，老板还在生气，向皮诺基奥吼道：“别哭了，听到你抽抽搭搭地哭个不停，我的胃就翻腾得厉害，我难受得差不多。阿嚏，阿嚏！”一连又打了2个喷嚏。祝您幸福，皮诺基奥说话了。谢谢。你的爸爸和你的妈妈还健在吗？食火者问他。爸爸还在，母亲我从不认识他。要是现在我把你扔进炭火里给烧了，你那年迈的爸爸该多伤心啊！可怜的老人啊，我可怜他。阿嚏，阿嚏，阿嚏！又是3个喷嚏。祝您幸福。皮诺基奥说：“谢谢。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也够可怜的。你都看到了，我的柴用完了，我总得烤熟我的羊肉吧。说句真心话，你在这种时候会让我真正快乐的。可是现在我真的受到了感动，我不烧你，但得烧剧团里的其他木偶。喂，宪兵！”听到命令声，随即出现2名木头宪兵，身子长长的、细细的，头上戴着宪兵帽，手里端着出鞘的亮闪闪的宝剑。老板用喘息的嗓音对他们说：“把那个阿莱基诺给我抓来，捆得牢牢地扔进火里。我要用它把我的羊肉烤得香香的。你们想想，可怜的阿莱基诺会是个什么样子？他简直吓坏了。2条腿直打哆嗦，弯得支持不住，扑通一声栽倒在地上。皮诺基奥看到这揪心的一幕，跑过去趴在老板的脚下放声大哭，泪水打湿了他的长胡须，用哀求的声音说：“行行好啊，食火者先生。”这里没有先生。老板厉声说：“行行好啊，骑士先生。这儿没有骑士。行行好吧，大人阁下。”当听到称自己大人阁下时，老板的小嘴一下子变圆了。突然间，他变得更加富有人情味，更加好商量。于是他对皮诺基奥说：“好吧，你要做什么？我请求你对可怜的阿莱基诺开恩。这里没有什么开恩。假若我放了你一条生路，那我就必须把它投入火炉，因为我要烤熟我的羊肉呀。”那好吧。皮诺基奥身子一挺，扔掉头上的面包帽，骄傲地喊道：“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我知道我该怎么做。来吧，宪兵先生们，捉住我，把我扔进火堆里。不，可怜的阿莱基诺，我的真正的朋友要为我去死，这不公正。”听到他高声喊出来的很有英雄气概的这些话，在场的所有的木偶都哭起来了。连2个宪兵，尽管他们也是木头做成的，也哇哇直哭，跟2只吃奶的小羔羊一样。
刚开始时，食火者无动于衷，态度还很强硬。可是过了一会儿，他也受到了感染，打起喷嚏来，而且一连打了4、5个，然后热情地张开双臂，对皮诺基奥说：“你真是一个好孩子，到我这儿来，吻我吧。”皮诺基奥跑过去，像只小松鼠一样，沿着老板的胡须爬上去，在他鼻尖上甜甜地吻了一下。这么说，你是饶了我啦？可怜的阿莱基诺用细小的声音问。饶了你吧，食火者回答，又叹了口气，摇摇头补充说：“得啦，今晚我只好吃半生不熟的羊肉了。”听说阿莱基诺获准开恩，所有的木偶一起跑到舞台上，点上灯火，跳起来，舞起来，如同过一个盛大的节日。天都大亮了，他们还在欢闹着。第12章。剧团老板食火者赠送5枚金币给皮诺基奥，让他带回去交给他的爸爸杰佩托。谁知皮诺基奥却上了狐狸和猫的当，同他们一起走了。第2天，食火者把皮诺基奥叫到一旁，问他：“你的爸爸叫什么名字？”杰佩托。什么职业？穷人。赚很多钱吧？他的口袋里分文没有。想想看，为了给我买识字课本，他不得不卖掉他身上唯一的外套。可怜的人啊，听起来就叫我伤心。来，我这里有5枚金币，你拿去交给他，代我向他多问几声好。皮诺基奥对剧团老板千恩万谢，他又一个个拥抱了剧团里的木偶，也拥抱了宪兵。他高兴地连蹦带跳往家里赶去。可是没出半公里，他在路上遇到了一只跛脚的狐狸和瞎眼的猫。这2个家伙互相帮助，结成一对难兄难弟。跛脚的狐狸扶着猫走路，瞎眼的猫由狐狸引着走路。“你好啊，皮诺基奥。”狐狸彬彬有礼地向他打招呼。“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木偶问。“我很熟悉你的爸爸呢，你是在哪儿见到他的？”“昨天在他的家门口。”“他那是在干什么？”“他穿着一件单薄的衬衣，冻得直哆嗦。”“可怜的爸爸，可是如果上帝愿意的话，从今往后他就不再挨冻了。”“为什么呢？”“因为我有钱了，是个大富翁。”“一个大富翁？你？”狐狸笑弯了腰，猫也大笑不止。“这有什么好笑的？”恼怒的皮诺基奥吼道，“是5枚美丽的金币呢！”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食火者赠给他的金币。狐狸听到金币令人愉悦的叮当声，不由自主地伸长了那条跛腿。猫呢，睁开2只像绿色灯泡似的眼睛。那么，狐狸问他：“你要用这些钱做什么？”首先，木偶回答：“我要给我的爸爸买一件崭新的漂亮的外套。然后我要给自己买一本识字课本。”“给你自己吗？”“真的，因为我要去上学，我要用心学习。”“瞧我。”狐狸说，“因为愚蠢的热爱学习，我都丢了一条腿。”“瞧我。”猫说，“因为愚蠢的热爱学习，我双目都失明了。”正在这时候，一只白色的乌鸦栖在路边的草地上，唱着它的老调。他唱道：“皮诺基奥，别听坏伙伴的话，不然你会后悔的。”猫一窜扑过去，还没等他发出哎呦一声，就把它连毛带骨全吞下了肚。猫吃完了乌鸦，舔舔嘴巴，重新闭上了眼睛，又变成跟原先一样的瞎子。可怜的乌鸦啊！皮诺基奥对猫说：“你为什么对他这么狠？我要教训教训他，这样下次他就不会在别人谈话时乱插嘴。”他们走了一大半路程，狐狸突然站住，对木偶说：“你要让你的金币成倍成倍的增加吗？”“什么意思？”“你愿意用5枚可怜的小钱生出2000枚金币吗？”“巴不得呢。”“用什么法子呢？”“方法再简单不过了，你别带着钱回家去，而是跟我们一起走。”“你们要把我带到哪儿去呢？”
带你到猫头鹰那儿去。那儿有一块福地，被大家称作奇迹地。你在那个地方掘一个小洞，放进1枚金币，浇上水，撒上盐巴，晚上安安心心地躺在床上。第二天早上，你就会看到一棵挂满金币的树。妈哟！皮诺基奥禁不住喊了起来，我要是埋进我的5枚金币，那第二天早上就会发现多少枚金币呢？2500枚金光闪亮的金币。狐狸回答说：啊，太好了！皮诺基奥大喊一声，高兴地跳起来。等等，狐狸说，如果你现在就走，那些金币就全归别人了。那我们快走，我跟你们一块儿去。就这样，皮诺基奥上了狐狸和猫的当，跟着他们走了。第13章，红虾旅社。他们走啊走啊，快累死了。到了天快黑时，终于来到一个名叫红虾的小旅社。我们在这儿歇一会儿吧，狐狸说，吃点东西填填肚子，休息几个小时。半夜我们再动身，黎明时分赶到奇迹地。他们走进这家小旅社，围坐在桌旁，没有一个有食欲。可怜的猫感到胃很不舒服，只吃了35条涂有番茄酱的菲里和4份抹奶酪牛肚，还要了3次黄油和奶酪粉加以调制。狐狸倒很情愿多嚼点东西，可是医生要他严格限量饮食，他只好简单地要了一只田野兔，佐以肥嫩的小母鸡。吃完了野兔，为了开开胃，他又要了几样小吃，有鹧鸪、家兔、田鸡、蜥蜴以及蜂鸟蛋，别的就不想要了。他说他很讨厌食物，吃得最少的就是皮诺基奥。他要了几颗核桃和几片面包，每样剩了一些在盘子里。可怜的孩子的心思老集中在奇迹地上，他正担心滚滚金币如何花得完。晚餐用完了，狐狸吩咐店主说，给我们开2个房间，一间给皮诺基奥先生，另一间给我和我的同伴。可是您得记住，半夜时必须叫醒我们，我们好继续行路。是，先生。店主回答，并向狐狸和猫挤了一下眼睛。皮诺基奥一倒在床上就呼呼入睡了，梦一个接一个地做起来。他梦见自己来到奇迹地，地里长满了小树，树上坠满了金币，风一吹，发出叮当叮当的清脆声，好像在说谁想要就来摘吧。可是正当皮诺基奥梦到最动心的时候，正当他伸手去摘这些美丽的钱币时，他被3声突如其来的敲门声给弄醒了。那是店主来告诉他说半夜了。我的同伴们准备好了吗？木偶问。岂止准备好了，他们走了已经有2个小时了，何必那么匆忙呢？因为猫得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他的大儿子的脚上长了冻疮，危及生命。他们付了晚餐钱吗？您认为呢？他们可是很有教养的人，真遗憾。皮诺基奥说，搔着头，然后问，那2个好朋友在哪儿等我呢？明天早上天刚放亮的时候，在奇迹地里。皮诺基奥丢下1枚金币，结清了他和他的伙伴的晚餐，然后出发了。只能说是盲目出发，因为店外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走着走着，他看见在一棵树上落着一个小动物，放出虚弱昏黄的光亮。你是谁？皮诺基奥问。我是会说话的蟋蟀的影子。小动物说，声音极其细微，仿佛是从另一个世界里发出来的。你要我做什么？我要向你提个醒儿，往回走，带着你还剩下的4枚金币给你那可怜的爸爸。他在哭呢，他绝望了，他怕再也见不到你了。明天我的爸爸就会是一个大富翁，因为4枚金币会变成2000枚。我的孩子，你可别相信那些对你许诺说能让你一夜之间发财的人的鬼话。听我的话，快回去吧。可我偏不，我要往前走。现在已经晚了，我要往前走。晚上太黑，我照样往前走。路太危险，我仍要往前走。你得记住，那些爱淘气的孩子到头来迟早会后悔的。老调重弹。晚上好，
蟋蟀，再见吧。再见，皮诺基奥，但愿老天救你一命，帮你逃脱搞暗杀的人。刚一说完这些话，会说话的蟋蟀突然不见了，像烛光熄灭一样消失了。路上比刚才更加黑暗。第14章。由于皮诺基奥不听会说话的蟋蟀的忠告，他落到了强人的手里。真的吗？木偶自言自语，又开始上路了。我们这些可怜的孩子真够遭罪的，大家都责骂我们，教训我们，忠告我们。可是假如我这会儿真的在路上遇到杀人凶手，我难道会怕他们吗？我会毫不胆怯地朝他们面前迎过去。皮诺基奥还没有做完他的推理，就听到身后的树叶一阵轻轻的沙沙响。他转过身去，看到黑夜中有2个黑黢黢的影子，整个儿包在2个黑袋子里。这2个家伙踮着脚尖，一跳一跳地跟在他的后面，活像2个鬼魂。说曹操，曹操就到。他自言自语。他不知道该往哪儿藏着4枚金币，就灵机一动，把金币一把塞进嘴里，压在舌头底下。他想拔腿就跑，第一步还没有迈出去，就感到双臂已被抓住，听到2个瓮声瓮气的可怕的声音在对他说：是要命还是要钱？皮诺基奥口里含着钱币，不能回答他们的问话，就像他们打工作揖，打手势，想让他们明白他只不过是一个可怜的木偶，口袋里连1文钱也没有。少来这一套！废话少说，拿出钱来！2个强盗威胁说。木偶摇头打手势，想说我没有钱，钱不拿出来就弄死你。身材高些的强盗说，弄死你。矮些的重复说，弄死你后再杀死你爸爸。不，别杀死我可怜的爸爸！皮诺基奥用绝望的声调喊道。他这么一喊，舌头底下的金币发出叮当的金属声。好啊，你这个狡猾的东西，把钱藏在舌头底下，快吐出来！一个强盗捏着木偶的鼻子尖往上提，另一个按住他的下巴，粗暴地往下拉，逼他张嘴。可是木偶的嘴像是用钉子钉着似的。个头小些的强盗从袋里摸出一把小刀子，要撬开他的嘴。皮诺基奥陡然用力一咬，咬住他的手，再一使劲咬断了，吐出来的不是人的一只手，而是一只猫爪子。咬掉一个爪子，他高兴坏了，拼了命挣出强人的魔掌，沿着路边的田地跑。凶手们在后面穷追不舍，仿佛2条猎狗追着一只野兔子。皮诺基奥一口气跑出15公里路远，眼看没救了，再也跑不动了。他爬上一棵高大的松树的顶端，坐在树枝上。凶手们也想爬上去，爬到一半高，一骨碌滑了下来，摔落在地上。然而他们并不气馁，捡起一堆干柴围住树干，点起了火。松树开始燃烧，火焰越蹿越高。皮诺基奥不愿自己变成一只烤鸡，从松树顶上一蹦，蹦到田地上，又蹦到葡萄架上。凶手仍然跟在后面，不肯有半步落后。这时天色开始放亮，他们还在跑着。突然，皮诺基奥来到一条又深又宽的壕沟前，沟水脏兮兮的。1、2、3，木偶一边喊，一边猛地一跃，跳到沟的对面去了。凶手们也纵身一跳，然而他们没有计算好距离，扑通一声掉进壕沟里。痛痛快快洗个澡吧，凶手先生们！皮诺基奥高兴地叫道。他以为他们统统给淹死了。等他回过头来一看，发现那2个家伙仍旧追赶着，浑身往外滴水，活像2只漏底的篮子。第15章。凶手们继续追赶皮诺基奥，追上他后，他们用粗大的橡树条抽打他。木偶丧魂落魄，他正要趴在地上举手投降，而眼珠子却四下里张望。他看见在绿树丛林深处有一间白色小屋，远远地闪耀着雪白的光。我要是还剩口气，能坚持跑到那个屋里，恐怕就有救了。他自言自语。他朝广阔的树林里跑开了，凶手仍跟在后面。
木偶亡命地奔跑了近2小时，终于跑到那所房子跟前。他用手敲门，没有人回答。他更猛烈地敲门，因为这时已经听到追捕者走近的脚步声和至重困难的呼吸声。屋里还是静静的，敲门眼看没有用了，急得他在绝望中用脚踢门，用头撞门。这时，一位漂亮的姑娘从窗户里探出头来，她头发深青色，脸跟蜡人一样苍白，眼睛闭着，说：这个屋子没有任何人，人都死了。至少你给我开开门吧。皮诺基奥哭着喊着：我也死了。死了？那你趴在窗户口做什么？我在等人来抬走我的棺材。这话刚一说完，姑娘就消逝了，窗户悄然无声地又关上了。啊，青发仙女啊！皮诺基奥叫道：行行好吧，给我开开门，请你对被凶手追杀的一个可怜的男孩发发善心吧。他的话还没说完，他的脖子被人扼住了。2个熟悉的凶恶的声音在他耳边威胁说：你再也逃不掉了。木偶眼看死神就在眼前晃动，怕得2条木腿直抖。怎么样？凶手们问他，你想不想开口？不回答。没关系，这回我们来撬开你的嘴。他们掏出2把长长的锋利如剃头刀片的小刀子，朝他的两肋擦擦，就是2下。可是幸亏木偶是用坚硬如铁的木头做成的，刀子一捅上去，刀片立即折得粉碎。我知道了，其中一个说得把它吊起来。说着，他们动手用绳子在他的脖子下打了一个活结，把他吊在一棵大橡树的枝子上。然后他们盘腿坐在草坪上，等待木偶最后咽气。可是3个小时过去了，他的2个眼睛仍旧睁得大大的，口紧闭着，2腿摆动得更厉害。他们终于等得厌烦了，抬头望着皮诺基奥，对他说：明儿见吧，我们明天来的时候，希望你知趣地好好死在这儿。他们走了。这个时候刮起了寒冷的北风，风怒嚎着，吹得可怜的木偶东摇西荡，猛烈地摆动。绳索的活结更加紧紧地勒在脖子上，让他没法呼吸。他的眼睛慢慢地闭上，尽管他感到了死亡的临近，但仍然希望随时有个充满同情心的人经过这儿，把他解救出来。等呀等呀，当他看见谁也没有出现时，他的脑子里又想起了他可怜的爸爸。他几乎是垂死地嘟囔说：啊，我的爸爸呀，你要是在这儿就好了。别的话没力气说了，他闭上眼，张开口，伸长腿，猛地一抽缩，像僵尸一样停留在那儿。第16章，青发仙女收留木偶，把他放在床上，并请来3位医生为他会诊，看他是活着还是死了。可怜的皮诺基奥被强盗们吊在大橡树的枝子上，看上去与其说是活着，还不如说是死了。这时，美丽的青发仙女又探头窗外，当她看到木偶吊在那里，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时，她的心禁不住生出种种怜悯，于是拍了3下巴掌。听到信号，一只苍鹰鼓动双翅飞来，停在窗台上。我亲爱的仙女，你有何吩咐？老鹰低着头问。你看到那个吊在橡树上的木偶了吗？我看见了。那好，立即飞到那儿去，用你的利嘴松开吊木偶的绳结，轻轻地把它放在橡树旁的草地上。老鹰飞走了，2分钟后飞了回来。您吩咐我的，我都做完了。你看它怎么样？是活着还是死了？看上去像是死了，但不是真的死了，因为我刚一啄开勒紧他脖子的绳结时，他就舒了一口气，用极其微弱的声音叹道：我现在感到好多了。仙女又拍了2下巴掌，出现一只神气的长卷毛狗，用2条后脚直立走路。快，麦多罗，勇敢点。仙女对长卷毛狗吩咐说：快去从我的马厩里套一辆最漂亮的马车，驶往森林里去。到了大橡树下，你会看见一个半死的可怜的木偶躺在草地上。
你要有礼貌地抬起它，把它轻轻地安放在马车的坐垫上，带到我这儿来。你听懂了吗？长卷毛狗摇了3、4下尾巴，表示听明白了。不一会儿，从马厩里驾出一辆颜色极鲜亮的小马车，车的里面衬以灌奶油和奶酪，车子由100对小白鼠拉着，长卷毛狗坐在车厢里，真像一个赶马车的。不到1刻钟，小马车就回来了。等在家门口的仙女抱起可怜的木偶，把它放在罗甸香的小房间里，并立刻吩咐下人去请附近最有名的医生。医生们先后来了，一共是3位：乌鸦、猫头鹰和会说话的蟋蟀。各位大人先生，仙女转过身来，对围在皮诺基奥床边的3位医生说：我想从各位大人先生那儿知道这个可怜的木偶是活着还是死了。乌鸦第一个走上前去，按了按皮诺基奥的脉搏，摸了摸他的鼻子，认真地摸了后，很严肃地宣布说：照我看来，木偶确实死了。假如还没有死，那就表示还活着。很遗憾。猫头鹰说：我必须驳斥我尊敬的朋友和同行乌鸦的话。正相反，我认为木偶还活着。假如没有活着，那就表示真的死了。那么您呢？没有什么好说的吗？仙女问会说话的蟋蟀。我说呀，一个谨慎的医生，当他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时，那么他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闭上他的嘴。再说，这个木偶对我来说又不是什么新面孔，我认识他有好几天了，一直像个真木头一动不动地躺着的皮诺基奥。听到这一番话后，禁不住一阵冲动，连床也抖动起来。这个木偶会说话的蟋蟀继续说，是一个十足的无赖。皮诺基奥睁开眼睛，又马上闭上了，是一个流氓，一个恶棍，一个可怜虫。皮诺基奥用床单蒙住脸，这个木偶是一个不听话的坏孩子，他那可怜的爸爸都快给他气死了。这个时候，人们听到房子里的呜咽声和抽泣声。当大家掀起床单的一角，发现哭声和抽泣声原来是皮诺基奥发出来的时候，他们该是多么惊愕啊！当死了的哭泣时，就表示他正在好转。乌鸦严肃地说：我很痛苦，我必须反驳我尊敬的朋友和同行的话。猫头鹰接着说：我认为当死人哭时，就意味着他不高兴死呢。第17章。皮诺基奥吃了一些糖，但不愿吃药。可是当看见掘墓人来抬走他时，他还是吃了药，然后说了一些谎话。作为惩罚，他的鼻子变得很长很长。3位大夫走后，仙女走到皮诺基奥身边，摸了摸他的额头，觉得他正发着高烧。他把白药粉倒在一个盛有半杯水的杯子里，端给木偶，疼爱地对他说：喝下去，几天后你就会好的。皮诺基奥望着杯子，撇撇嘴，用哭腔问：是甜的还是苦的？苦的良药苦口，利于病吗？要是苦的，我不想喝。听我的话，喝下去。我不喜欢苦的东西。喝下去。你喝下去后，我给你一颗糖球。仙女给了他一颗糖球。皮诺基奥把糖球放在口里，嘎吱嘎吱地嚼着，吞了下去。如果药也是用糖做的，那该有多好啊！他说：现在你该兑现诺言了，吞下几小口药水。皮诺基奥很不情愿地接过杯子，嗅了嗅，说：太苦了，太苦了，我不能喝苦水。你连尝都没有尝，怎么知道太苦呢？我再要一颗糖球，然后我再喝。仙女又给他一颗糖球，递给他杯子。这样我还是不能喝。木偶说，做出各种鬼脸。为什么？脚下的垫子让我不舒服。仙女撤去垫子，还是没有用。这样我仍然不能喝。还有什么？半开的房门叫我不舒服。仙女去关好房门。我不喝这个苦水。不，我的孩子，你会后悔的。我不在乎。你的病很严重。我不在乎。你不怕死吗？一点儿也不怕死。我宁愿死，也不喝那杯坏药水。这个时候，房间的门大开，
走进来4只像黑墨水似的黑兔子，肩上抬着一个装死人的棺材。你们要我做什么？皮诺基奥吓得陡然坐在床上喊道：我们是来抬你的。最肥的一只兔子说：来抬我？可是我还没有死呀。是还没有死，可是你只能再活几分钟了，因为你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喝下能治好你的高烧的药水。哎呀，我的仙女哪儿？木偶大哭起来，快把药水杯子拿来，我不想死，不，我不想死。他双手抢过杯子，一仰脖子把药水喝了下去。算了，兔子们说这次我们算是免费旅游了一趟。他们抬起棺材走了。几分钟以后，皮诺基奥跳下床，病全好了。仙女看到他在房间里乱跳，便对他说：这样看来，我的药真的治好了你的病，不是吗？太灵了，那干嘛要别人3番5次求你喝药呢？我们孩子个个是这个德性，怕吃药比怕生病还厉害，真不害臊。现在你靠近我一点，讲讲你落到强盗手里的经过。经过是这样的，木偶戏老板交给我几个金币，对我说拿去给你爸爸。可是在路上我遇到一只狐狸和一只猫，都是2个很好的人。他们对我说，你想不想让你的那几个钱变成1000，变成2000呀？那就跟我们一起来吧，我们带你到奇迹地去。我就说我们走吧。他们说我们在红虾旅社休息一下，半夜后我们再走。我醒来后，他们却已经出发了。于是我摸黑走，在路上我又遇到藏在2条袋子里的2个强人。他们对我说，拿出钱来。我说我没有钱，我把4枚金币藏在口里了。其中一个强盗要用手伸进我的嘴里，我使劲一咬，咬断了他的手，可是吐出来的不是什么手，而是一个猫爪子。强盗追赶我，我跑，他们追，最后他们把我吊在森林里的一棵树上。现在你的金币藏在什么地方？仙女问他。我给搞丢了。皮诺基奥回答，他明明是在说假话，因为钱藏在他的口袋里。刚刚撒了这个谎，他的鼻子马上又往前长了2个指头那么长的一截。你把钱丢在哪儿了？丢在附近的树林里。撒了第2个谎后，鼻子又往前长了。哦，这会儿我记得很清楚。木偶接着又撒谎。4枚金币我倒是没有弄丢。对了，就在喝您给的药水时，我一咕噜连金币也吞了下去。撒了第3个谎后，他的鼻子长得速度快得惊人，可怜的皮诺基奥连头都不能转动一下。仙女望着他笑起来。您笑什么？木偶问他。我笑你撒了谎。您怎么知道我说了谎话？我的孩子，谎言能很快被识破的，因为谎言有2种，一种谎言的腿短，一种谎言的鼻子长。你的谎言属于鼻子长的那一种。听他这么一说，皮诺基奥羞愧难当。他想溜出房间，可是溜不出去，因为他的鼻子那么长，根本就出不了门。第18章。皮诺基奥又找到狐狸和猫，同他们一起到奇迹地去种4枚金币。仙女让他哭了半个小时，因为他的长鼻子叫他走不出房门。等他哭得差不多时，仙女对他产生了同情心。她拍了拍手，成群的啄木鸟飞进窗户，把那个太长的大鼻子啄短了。您多么善良啊，我的仙女！皮诺基奥擦干眼泪说：我真爱您啊，我也爱你。仙女回答：假如你愿意留下来跟我住在一起，你就是我的小弟弟，我是你的小姐姐。可是我可怜的爸爸怎么办呢？我都想到了，我已派人去通知了你爸爸，天黑前他会来到这儿的。真的吗？皮诺基奥喊道，高兴地跳了起来。我的好仙女呀，我想去迎接他。去吧，可是你得注意，千万别迷了路。皮诺基奥出发了。一进入森林，他便像狍子似的飞跑起来。跑到一个地方，他停住了，看到路上隐隐约约的人形，原来是狐狸和猫。
瞧，我们亲爱的皮诺基奥来了！狐狸喊道，跟他又是拥抱又是接吻。你怎么到这儿来了？猫重复了一遍。说来话长，木偶说，那天晚上你们留下我一人在旅社里，后来我遇到了凶手。凶手啊，可怜的朋友，他们要偷走我的金币。不要脸的，狐狸说。我拔腿就跑，他们追上了我，把我吊在那棵橡树的枝子上。皮诺基奥用手指了指那棵大橡树。还有比这更糟糕的吗？狐狸说，我们这些正人君子到哪里能找到一个可靠的避难所啊？皮诺基奥发现猫的前右脚跛了，就问他怎么回事。狐狸说，1个小时前他们遇到了一只饿狼，猫把自己的前掌咬断喂了狼。皮诺基奥也受到了感染，走到猫的跟前说，假如所有的猫都像你一样仁慈，老鼠们算是享福了。那么你来这儿做什么呢？狐狸问。我来等我的爸爸。你的金币呢？还在我口袋里，只少了1枚，我用它付了红虾旅社的费用。想想吧，明天就不是4枚金币了，而会变成2000枚金币。为什么不照我说的办？为什么不去奇迹地种下钱呢？今天是不可能了，明天我跟你们去吧。明天就晚了。为什么？因为那块地已经被一位有钱人买走了，从明天开始就不允许任何人去那儿种钱。奇迹地离这儿有多远？才2公里路。你想跟我们一起去吗？半个小时我们就可以到那儿。你马上种下4枚金币，保管你就能收获到2000枚。皮诺基奥迟疑了一下，想起好心的仙女老杰佩托和会说话的蟋蟀的警告，可是他跟所有的孩子一样没心没肺，于是连连点头说，咱们走吧，我跟你们去。他们动身了，走了老半天，他们来到一座叫做专捉傻瓜的城市。一到城里，皮诺基奥看见的是满街跑着饿得连连打哈欠的野狗，冻得直发抖的剪过羊毛的羊，沿街乞讨玉米的公鸡，不能飞的蝴蝶，因为它们卖掉了翅膀，没有尾巴的孔雀。在这群可怜虫中，不时有几辆装饰豪华的车子穿过，车上不是坐着一只狐狸，便是某个偷食的喜鹊或某只凶猛的飞鸟。奇迹的在哪儿？离这儿只差2步远，它们停留在一块孤零零的地上。现在你弯下腰，用手掘一个洞，把金币种下去。狐狸说。皮诺基奥听从了，挖了一个洞，放进4枚金币，又用一点土填好。现在呢，你到附近的水沟里去取一桶水来，浇在种币的地方。皮诺基奥走到水沟旁，脱下一只鞋，注满水，带回来浇在填满洞的泥土上。还要做点什么吗？不需要了。狐狸说，20分钟后，你会看见从地里长出来的一棵小树苗，树枝子上挂满了叮当作响的金币。可怜的木偶高兴得手舞足蹈，向狐狸和猫再三表示感谢。礼物嘛，我们是不会要的。那2个坏家伙回答说，教会你不费吹灰之力发一笔大横财，我们就心满意足了，别无他求。说完，他们辞别皮诺基奥，干自己的勾当去了。第19章。皮诺基奥不但金币被盗，又坐了4个月的牢，尝够了挨罚的滋味。一回到城里，木偶开始1分钟1分钟地数时间。当他认为时间到了时，便赶快前往奇迹地。他大步流星地走着，心脏在胸膛里直扑腾。他边跑边想，要是树枝上挂着的不是1000，而是2000枚金币呢？哎呀，那样我就发了，成了一个大富翁了。我要盖一座美丽的宫殿。他只顾这么想着，一抬头到了奇迹地附近，然而什么也没有看到。再往前走近100步，仍然看不到什么树。到了地里，一直走到中有金币的洞跟前，还是一无所有。这时他听到一声刺耳的尖笑，抬起头望，看到树上停着一只大鹦鹉。笑什么？皮诺基奥粗着嗓子问。因为我在梳羽毛时把自己弄痒了，我就笑了。鹦鹉，
你到底在笑什么？我在笑那些笨蛋，他们什么蠢话都信，心甘情愿地掉入比他们更狡猾的人设下的陷阱里。你也许是在说我吧？不错，我是在说你，可怜的皮诺基奥，竟然相信钱能种在地里，能像种豆角一样收获。我从前也相信过一次，今天我可受到了惩罚。我不懂。木偶说，仔细听我给你说得更清楚些。你知道，当你还在城里时，狐狸和猫又回到这块地里，他们挖走了你埋下的金币，然后一阵风似的逃走了。皮诺基奥嘴巴张得大大的，不愿意相信鹦鹉说的话，用手指挖掘他浇过水的地方，挖呀挖呀，挖了一个那么大的洞，然而金币却一个也没见到。这下他彻底失望了，拔腿就往城里跑，一直跑进法院，向法官状告2个盗窃财物的恶人。法官是一个大猩猩，属于科里拉种族，他年岁很高，戴一副金丝眼镜。法官极其认真地听着。当木偶讲完了，他伸手拿起铃铛摇了几下，响起一阵铃声，2只穿宪兵制服的猛犬迅速走出来。法官对宪兵说，这个可怜虫被盗走了4枚金币，你们狠狠揍他一顿，然后把他关入大牢。听到法官这个没头没脑的判决，皮诺基奥的脸色一下子变成了紫青色。可是宪兵们怕耽误半点时间，忙给他口里塞上毛巾，把他拖入暗牢。他在牢房里一关就是4个月。要不是为了欢庆一场胜仗，年轻的国王命令敞开监狱，释放全部罪犯，他可能还要坐更长的牢呢。如果其他罪犯出去的话，我也要出去。皮诺基奥对狱卒说，您嘛，不行。狱卒答道，我倒要请您原谅。皮诺基奥反驳说，我也是一个罪犯呀，假如是这样的话，您倒有1000种理由获释。狱卒说，替他打开牢门，放他逃跑了。第20章。从监牢获释后，皮诺基奥前往仙女家，可是走在路上，他遇到一条可怕的巨蛇，后来又掉入陷阱。皮诺基奥听到自己获释后，高兴极了。他选择了那条能把他带到仙女家去的路，大步往前走。那是个阴雨连绵的季节，道路泥泞难行，可是木偶并不介意这些。能见到他的爸爸和他心爱的青发小姐姐，心里别提有多感动。他跑着跳着，一边走一边对自己说，瞧我这么些日子碰到了多少倒霉的事啊，谁叫我是这么个又固执又不听人劝告的木偶。从今往后，我要痛改前非，做一个乖乖的听话的好孩子。我的爸爸还会等我吗？仙女在家吗？正在这么反省的时候，他突然停住了脚步，吓得倒退几步。他看到什么啦？原来是一条巨蛇横在马路上，绿皮、火眼、细尾，尾巴烟囱似的喷吐着浓烟。木偶害怕极了，他往后倒退了足足半公里，坐在一堆石子上，等待巨蛇自行走开。他等呀等，1个小时过去了，2个小时过去了，3个小时过去了，可是蛇仍旧躺在那儿。这时，皮诺基奥不知从哪儿生出一股勇气，他一步一步接近蛇，用甜甜的、软软的声音对蛇说，蛇先生，请原谅，求您给个方便，身子往边上稍微挪动一点，给我腾出一个小窄缝，让我过去好吗？然而，像对着墙壁说话一样，蛇纹丝不动。蛇先生，您是知道的，我要回家去，家里老爸在等着我。他等待一个回答，可是蛇一动也不动了，差不多僵硬了，眼睛紧闭着，尾巴也不冒烟了。真的死了吗？皮诺基奥说，高兴得直搓手。他抓紧时间，打算跨过蛇的身体。不等他抬起腿，蛇弹簧似的猛然直立起来，吓得木偶身子倒退，栽倒在地上，一头插进路上的泥巴里，2条腿竖在空中。看到木偶倒竖在那儿，蛇禁不住放声大笑，笑呀笑呀，由于笑得过了火，笑断了腹部的一条血管。这一回，蛇真的死了。皮诺基奥又跑起来，想在天黑前赶到仙女的家里。
跑着跑着，肚子饿了，便跳入一块地里，指望能摘几串葡萄。刚走进葡萄地，2片利铁咔嚓一声夹住了他的腿，痛得他两眼冒金星。可怜的木偶落入农夫设下的捕兽器里。第21章，皮诺基奥被一位农夫捉住，农夫强迫他做鸡舍的看门狗。皮诺基奥哭着、尖叫着、哀求着，可是没有人听到，因为那一带既没有人家住，也没有一个人打那儿经过。天黑了下来，利铁夹住双脚，叫他疼得钻心。他又孤零零的一个人在黑夜里，越想越怕。恰在这个时候，头顶上飞过来一只萤火虫。啊，好心的萤火虫，求您发发善心，能否把我从这个捕兽器里解救出来？可怜的孩子啊！萤火虫答道：你是怎么搞的啊？双脚叫利铁给钳住了？我想到地里去摘2串葡萄吃。葡萄是你的吗？不是。那么你为什么去摘人家的葡萄呢？我实在太饿了。我的孩子，饥饿并不能成为把别人的东西据为己有的合理借口呀。正说着，脚步声近了，农夫走来，想看看捕兽器捕住了什么。当他从大衣的下摆里取出灯台一照，惊呆了，捕兽器里逮住的不是一只黄鼠狼，而是一个小男孩。嘿，你这个小盗贼！农夫喊道。原来偷鸡的是你呀！不是我，不是我！皮诺基奥喊道，大哭不止。我只是想到地里去摘2串葡萄吃。偷葡萄的家伙也一定很会偷鸡的，让我来狠狠教训你一顿。他打开捕兽器，捏住木偶的长脖子，一直把他拖到家里。来到房前的打谷场上，农夫把他扔到地上，对他说：现在太晚了，我要去睡觉，明天我再跟你算账。刚好今天我的那条狗死了，你就代替它给我当看门狗吧。农夫说完，在他脖子上套了一个粗大的铜钉脖套，脖套连在一条长铁链子上，铁链子又系在墙上。晚上下雨时，你可以到旁边的小木屋里去避避雨。你的工作是看门，偷鸡的来了，你要汪汪大叫。农夫训斥他一番后，走进屋子，关上门，睡了。可怜的皮诺基奥蜷缩在道场上，又冷又饿又怕。我真好啊！我也许太好了，才要当个流浪汉，才要离家出走，才会专门听信坏同伴的话。要是我还留在家里和我可怜的爸爸在一起，这个时候我就不会在这儿做看门狗。唉，能再投1次胎该多好啊！可是现在已经晚了，有什么办法呢？忍耐一点吧。他痛痛快快发泄了一通内心的苦闷后，进了狗窝，倒头便睡。第22章，皮诺基奥揭发了小偷，作为对他忠诚的奖赏，农夫释放了他。他这么香甜地睡了2个多小时，大约到了半夜，他被一阵扑哧扑哧的声音弄醒了。他从狗屋的洞里伸出长鼻子，看见4个灰暗的动物在开会，那是黄鼠狼。其中的一只黄鼠狼离开同伴，来到狗屋的洞前，小声说：晚上好，麦兰波。我不叫麦兰波。哦，那你是谁呀？我是皮诺基奥。你在这里做什么？我在这里当看家狗。那么麦兰波哪里去了？今天早上他死了。哎呀，死了？可怜的畜生，他可是条好狗啊！可是我敢发誓，从你的长相上看，你也是一条很有教养的狗。请原谅，我不是狗。那你是谁？我是木偶。你当看家狗？那是没办法的事，我在受罚呢。那好吧，我同你签订同样的条约。条约内容是什么呢？我们每星期夜里光顾一次这个鸡舍，带走8只小母鸡。其中7只我们吃掉，剩下的1只留给你。条件是你假装睡着，既不出来吠叫，也不惊醒农夫。麦兰波真是这么做的吗？是的，这8只小母鸡中，我们吃掉7只，剩下的1只留给你。这个条约不公平。皮诺基奥说，麦兰波做的事我不做，
四只黄鼠狼认为很有把握后，走到鸡舍前，用尖牙利爪扒开小木门，一个接一个地溜了进去。他们刚一进去，就听到鸡舍的小门被猛地关上了。门是皮诺基奥关上的，他又搬来一块大石头抵在门外。然后他开始叫起来，叫声真和狗的汪汪汪的叫声一样响亮。听到狗吠，农夫翻身下床，端起枪跑进鸡舍，抓住四只黄鼠狼丢进袋子里。随后他走到皮诺基奥身边，亲昵地抚摸他。喂，那4个小贼子的阴谋你是怎么识破的？黄鼠狼来到道场时，我是醒着的。皮诺基奥说，他们向我提出交换条件，让我假装睡着，被我拒绝了。好孩子，农夫拍着他的肩膀说，正因为你有这份感情，所以你才是个诚实的人。从现在起，我放你回家去。说完，把他脖子上的狗套取了下来。第23章。皮诺基奥见青发仙女死了，痛哭起来。后来碰到一只鸽子，鸽子带他到了大海的对岸，在那儿他扑进海水里前去救援他的爸爸杰佩托。皮诺基奥跑啊跑，一直跑到仙女的家，可是小白房子没有了，相反却出现了一小块大理石，石上镌刻着，这里长眠着青发仙女，她因遭其小弟皮诺基奥之气而伤逝。木偶一下子扑倒在墓上，嚎啕大哭，哭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早上又接着哭，哭到太阳升起来。他边哭边说，啊，我的小仙女，你为什么死了？为什么死的是你，而不是我？我是那么坏，而你是那么好。我的爸爸他在哪儿呀？就在这时，飞来一只肥肥的鸽子，盘旋在高空，对他说，告诉我，孩子，你在下面干什么？我在哭呢。你认识一个名叫皮诺基奥的吗？皮诺基奥就是我呀。那么你还认识杰佩托吗？他是我可怜的爸爸。他同你谈到过我吗？他还健在吗？3天前我在海滩上见过他，他在为自己造一条小船，准备横渡海洋，去遥远的国家里寻找你。这儿离海滩有多远？有1000多公里吧。我想去，你想去的话，我带你上那儿去。怎么个去法？骑在我的背上。皮诺基奥跳到鸽子的背上，像骑马一样叉开腿骑了上去。他们飞了整整1天。天快黑时，鸽子说，我渴极了，我饿极了。他们走进一间鸽房，里面除了一脸盆水和一篮子炒菜外，没有其他的食物。木偶大口大口地吃了炒菜。第二天来到了海滩，鸽子把皮诺基奥送到海滩上后，转身飞走了。海滩上满是人，他们叫着嚷着，出了什么事？一位失掉了儿子的可怜的爸爸，乘坐一只小船想到大海那儿去寻找他，可是今天大海的脾气很坏，小船快翻了。小船在哪儿？老太婆指着一条小船说，那条船远远看上去如同一个核桃壳儿，里面有一个极小极小的人。皮诺基奥眯起眼睛仔细一看，不禁尖叫起来，那是我的爸爸，那是我的爸爸。小船在狂怒的海涛中时隐时现，突然一个巨浪掀起又落下，小船消失了。人们等候小船重新浮出水来，然而没有。就在这时，他们听到一声绝望的呐喊。众人回过头来，看到一个男孩立在一块礁石的绝顶，翻身投向大海，同时喊道，我要救我的爸爸。皮诺基奥整个儿是用木头做成的，因而很容易漂浮起来，游起来宛如一条鱼。他消失在海浪之中。第24章。皮诺基奥来到勤劳的蜜蜂岛国，又找到了仙女。皮诺基奥游了整整1个通宵。天快亮时，他才看清在不远的地方有一条狭长的陆地，那是海里的一个岛。他用尽力气往那儿游去，一个大浪拍来，把他冲到沙滩上。天空慢慢晴朗起来，太阳全露了出来，大海复归平静。
木偶在太阳下晾晒他的湿漉漉的衣服，希望能看见他爸爸的小船，可是眼前只有蓝天、沧海和几叶船帆。至少该知道一下这个岛子的名字吧？他自言自语。一个海豚游过来，木偶问他在哪儿可以找到吃的。离这儿不远的地方有一个集镇。海豚说：您有没有遇到一条载有我爸爸的小船？昨晚的一场风暴后，小船可能沉入水下了。那条鲨鱼有多大？大得不得了，它比一座5层楼的大楼还要高。它的口那么深，那么大，连一列开着的火车也能松松快快地通过。他告别海豚，走了半个小时，来到一个名叫勤劳的蜜蜂岛的小国家。我明白了，皮诺基奥兴致索然地说，这个国家太不适合我了，我生来就不是干活的，肚子饿得怪难受，已经有24小时没吃东西了。一位拉煤的人经过，木偶向他行乞，你难道不害羞吗？与其在街上行乞，还不如去找点活干。又有20几个人经过，都说同样的话。最后走来一位提着2罐水的少妇，善良的夫人，您能让我喝一口您罐里的水吗？喝吧。少妇把水罐放在地上，皮诺基奥喝足了水，嘟囔说，口是不渴了，肚子饿怎么办？如果你帮我把这2罐水提到我家里，我给你一个大面包吃。除了面包外，我还给你一盘用油和醋调拌好的花菜。花菜之后，我再给你一盘酒心糖。皮诺基奥再也无法抵抗了。好吧，水罐真沉重，他用手提不动，只好顶在头上。来到家里，善良的少妇让他坐在桌子旁，摆上面包、花菜和露酒。皮诺基奥狼吞虎咽地吃完了，抬起头来要感谢这位救命恩人。他仔细端详他的脸庞，禁不住惊叹了一声，因为你太像，你真像，是的，一样的眼睛，一样的头发，你也是蓝蓝的眼睛。啊，我的仙女，告诉我说你正是她。这么说着，皮诺基奥两眼哭得泪如雨下，双膝跪倒在地上，抱住这个神秘少妇的双膝。第25章。皮诺基奥向仙女保证要好好读书，因为他已经讨厌做一个木偶，并且愿意做个好孩子。善良的少妇承认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她就是青发仙女。你这个狡猾的木偶，你怎么认出我的？我就是要您的这句话吗？这下我就放心了。你记得吗？你离开我的时候，我还是个小女孩呢。一转眼的功夫，我就变成了少妇，差不多能做你的妈妈呢。那我太高兴了，因为我不再喊你小姐姐了，而要喊你妈妈了。可你应该听我的话，照我说的做。我愿意，我愿意。从明天起，你开始上学去。我既不愿意学艺术，也不想有一技之长，因为我认为干活太辛苦。我的孩子，仙女说这些话的人，到头来不是进了监狱，就是住进了医院。一个人要是懒惰、游手好闲，那他就完了。懒惰是各种病症中最坏的一种病，必须马上根治它。我要上学，我要工作，我要做你叫我做的一切事情。皮诺基奥坚定地说，木偶的生活叫我烦透了，我要不惜一切代价变成一个孩子。我答应你，现在就看你的啦。第26章。皮诺基奥和他的同伴到海边去看可怕的鲨鱼。第二天，皮诺基奥到市政学校念书去了。当那些淘气的孩子们看见一个木偶走进课堂时，该是怎样的骚动？他们哄堂大笑，谁都取笑他。有人偷偷摘下他头上的帽子，有人从他背后扯他的小褂，还有人用墨水在他鼻子上画几撇长胡须。起初，皮诺基奥不大介意，可是闹到后来，他实在忍无可忍，便对那些拿他取乐的孩子板起了面孔说，孩子们，当心点，我到这里来不是为了让你们当猴耍的，我尊重别人，也希望别人尊重我。好一个魔鬼！那些坏孩子吼叫着，笑得前仰后合。
其中一个伸手想揪木偶的鼻子，自己的腿胫骨上倒先挨了皮诺基奥踢过来的一脚，脚好硬啊！孩子一面呻吟一面说：“什么胳膊肘啊，比脚还硬。”另一个嚷道：“他的腹部反而挨了胳膊肘的一击，在这一脚一肘的痛击后，皮诺基奥反而立即赢得了全校学生的尊敬和好感，老师对他也赞不绝口，因为他注意听讲，爱学习，又聪明，总是第一个走进学校，最后一个离开学校。可是他的缺点是交游太广，往来的同伴中有不少是以厌学和干坏事而出名的小流氓。仙女每天训诫他，小心点，皮诺基奥，你的那些坏校友迟早会让你不爱念书的，也许还会给你惹出大麻烦来。没危险，木偶回答，耸耸肩。令人担心的事真的发生了。有一天，正当他向学校走去时，碰到那一帮坏孩子，他们迎着他走来。你没听说过一件惊人的消息吗？没有啊，附近的海上游来了一条跟山一样大的鲨鱼。真的吗？就是吞掉我可怜爸爸的那条鲨鱼吗？走，我们到海滩上看看去。我吗？不，我要上学去。上不上学有什么关系？多上一课，少上一课，还不总是跟蠢驴一样？好吧，我们走。谁跑得最快，谁是英雄。皮诺基奥喊道。这个起跑令一喊，这伙顽童穿过田野跑开了。皮诺基奥跑在大伙儿的最前头，脚上像长出翅膀似的。他不时回过头来招呼掉在后头老远的同伴。他看到他们气喘吁吁的样子，实在好笑。可是这个不幸的人还蒙在鼓里呢，他还不知道有什么可怕的非常不幸的事在等着他呢。第27章，皮诺基奥和他的同伴打了一场大仗，一个同伴受了伤，皮诺基奥被宪兵抓走。来到海滩上，什么鲨鱼也没有。皮诺基奥终于弄明白了，原来这些家伙是在骗他。你们刚才说有什么鲨鱼，可是鲨鱼在哪里呢？有好处，就是耽误你去上学，跟我们一块儿到这儿来。要是我愿意继续读书呢？那样的话，我们会叫你付出代价的。好个皮诺基奥！最大的一个孩子冲到他面前，你趁早别在这里吹牛。你们听到没有？他侮辱了我们所有的人。一个孩子抄起算术法则课本，瞄准皮诺基奥的脑袋，使尽全力砸了过去。结果书不是砸在木偶的头上，却飞到了另一个同伴的脑壳上。那个孩子的脸色一下子变得刷白，惨叫起来，直挺挺地倒在沙滩上。看到同伴快死了，孩子们吓慌了神，拔腿就跑，几分钟后消失得无影无踪。皮诺基奥毫不迟疑地拿出一块手帕去浸湿海水，一面擦拭那位可怜同伴的额角，一面失声痛哭。欧杰尼奥，可怜的欧杰尼奥，睁开眼睛看着我吧。突然他听到一阵脚步声，是2名宪兵。这个孩子伤了额角，是谁干的？不是我。用什么东西打伤的？用这本书。木偶从地上捡起算术法则课本，递给宪兵看。这本书是谁的？我的。这就足够了，跟我们一起走。临走前，宪兵把受伤的儿童交给路过的渔夫，然后2个宪兵把皮诺基奥夹在中间，向前进，快步走。他们已经来到阵前，突然一阵狂风把皮诺基奥头上的帽子吹跑了，一直吹到10步开外的地方。我去捡回我的帽子，行吗？去吧，要快。木偶去了，捡起帽子，不是把帽子戴在头上，而是用牙齿咬着，朝海滩猛跑起来。宪兵放出一条猎犬追他，皮诺基奥跑在前头，后头的狗比他跑得还快。第28章，皮诺基奥差点被当作鱼在煎锅上给煎了。皮诺基奥没命地跑呀跑呀，终于到了海滩，他一跳进了海里。那个叫阿利多洛的大猎犬也想停住腿，可是惯性把它冲进了海里。我给水淹了，我给水淹了，狗喊道。
让水涨破肚皮吧。皮诺基奥在远处说：“帮我一把吧，皮诺基奥，救救我吧。”皮诺基奥终究是个心地特别善良的木偶，他游过去，用双手揪住狗的尾巴，把它安安全全地拖到海边的干地上。下次有机会再见面，我们要好好聊聊。狗说：“再见，阿利多洛，一路平安。”皮诺基奥说。皮诺基奥贴着岸边继续游着，终于来到一处平安的地方。礁石上有一个岩洞，一缕青烟从岩洞里飘出来。让我来看看捞到什么鱼了。一个丑陋无比的绿色渔夫说，把大网拖进洞里，满满一网鱼被拖进了岩洞。渔夫把鱼一条一条地抓出来，裹上面粉，扔进煎锅里油煎。网里只剩下皮诺基奥了。渔夫刚把它揪出网，便惊得绿眼睛快鼓出来了。这是什么鱼？这种形状的鱼我还从来没吃过呢。我不是鱼，我是木偶。木偶鱼对我来说还是新鱼种呢。这样更好，我倒更喜欢吃掉你呢。什么海蟹不海蟹的？我是个木偶，让我来决定吧。我要把你同别的鱼一块儿在油锅里煎。听到这样的话，不幸的皮诺基奥开始哭起来。哦，假如我去了学校，那该多好啊！可是我听从了同伴的怂恿，这下子我该付出代价了。绿色渔夫用草绳捆住他的手脚，把他扔进鱼盆里，然后把它裹上面粉，把它提了起来。第29章。他回到仙女的家里，仙女对他许诺，第二天他不再是木偶了，而要变成一个男孩子。渔夫正要把皮诺基奥扔进煎锅，一条大肥狗闻到炸鱼的香味，进到岩洞里来了。快走开！渔夫嚷道。可是狗朝渔夫咆哮，呲开满口尖牙去咬他。救救我，阿利多洛！皮诺基奥喊道。狗马上听出是皮诺基奥的声音，他纵身一跳，用嘴叼起那团面粉糊，一溜烟跑出岩洞。狗跑到通往镇子的小路上，才停了下来，把皮诺基奥放在地上。你要是迟来1分钟，我就给炸焦了。皮诺基奥说，我救过你的命，现在算是我报答你了。皮诺基奥冻得发抖，等了又等，雨直往身上淋。他鼓起勇气敲门，一只肥大的蜗牛开了门。仙女在家里吗？仙女正在睡觉，她不愿被叫醒。过了一整夜，门仍旧关着。皮诺基奥冻得发抖，用脚踢门，结果脚插进了木门中，拔不出来了。第二天清晨，门终于开了，蜗牛下来了，花了9个小时。明天你终于可以变成一个好孩子了，仙女对他说。皮诺基奥听到这个渴望已久的消息时，高兴极了。他确实很乖，在学校的考试中总是名列前茅。仙女心里一时高兴，就对他说，明天你的愿望终于可以得到满足了，明天你将变成一个真正的男孩子。第30章。皮诺基奥没有变成一个孩子，却同他的灯芯草朋友偷偷跑到玩具国去了。皮诺基奥向仙女保证天黑前一定回来，然后出门去发请帖。他的朋友中有一个叫罗密欧的，大家都叫他灯芯草。灯芯草是整个学校中最不爱念书、最调皮的一个孩子。皮诺基奥去找他，邀请他赴宴，却扑了个空。最后他看到灯芯草藏在一户农家的大门楼底下。你在这儿干什么？我在等半夜降临，好动身。去哪儿？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一个真正的安乐乡，叫做玩具国。玩具国里的孩子是如何打发日子的？人们从早到晚玩着玩具，尽情娱乐。假期从1月的第1天开始，到12月的最后一天结束。那儿没有学校，没有老师，没有书本，真美的国家。皮诺基奥万分感叹，口中流出了长长的咸水。你为什么不跟我一块儿去呢？可是我已经向仁慈的仙女许下诺言，我要变成一个好孩子。再见。灯芯草说，要是仙女骂你呢？忍耐一点吧，让她骂去吧，
骂完了就没事了。夜晚降临了，天色黑沉沉的。突然，他们看见远远的地方移动着一个亮光，听到喇叭的细响。来啦！灯芯草喊道。可那是真的吗？在那个国家里，孩子们从来不强迫上学，从不，从不，从不。真是太美的国家，太美的国家。第31章。在安乐乡快快活活度过了5个月后，皮诺基奥非常奇怪，他竟长出了2只漂亮的驴耳朵，变成了一头小驴子。车子来了，拉车的是12对颜色各不相同的小驴子，赶车的车夫是个小矮人，长得又短又粗，脸型像个圆苹果，嘴上永远挂着笑。你也愿意跟我一块儿到那个幸福的国家去吗？小矮人问皮诺基奥。我留下来，皮诺基奥回答。我要回到家里去，我要读书。同我们一块儿去吧，我们会很快乐的。车里面100来个孩子一起喊道。给我腾点地方，我也去。位子全满了。小矮人说，为了表示你是多么受欢迎，我可以把我驾驶室的位子给你。皮诺基奥骑上一头小毛驴，驴子突然弹起2条后腿，把它扔到了地上。孩子们又笑了起来。小矮人咬掉了驴子的另一个耳朵的一半。骑上去，别怕。小矮人对木偶说。皮诺基奥骑了上去，车子开始移动。走了半公里路程，皮诺基奥听到一个低沉的轻轻的声音在说，可怜的糊涂虫，凡是停止读书的孩子，到头来只能自作自受。可是皮诺基奥没有理会，继续前进。第2天天快亮时，他们幸福地来到了玩具国。这个国家和世界上的任何国家都不同，它的居民全是小孩子，年龄最大的不超过14岁。他们整天玩啊、闹啊、叫啊。在这无穷无尽的娱乐消遣中，5个月闪电般过去了。多么美妙的生活啊！皮诺基奥每次碰到灯芯草时便这么说。瞧，还是我说的对吧？灯芯草得意地说。你知道老师怎么对我说吗？你可得别学灯芯草，因为他是个坏伙伴。可怜的老师啊！灯芯草说，我原谅他。5个月的时光一晃就过去了，整天玩玩具，做各种消遣，没看过一眼书本。可是有一天早晨，皮诺基奥一觉醒来时，发现他的脾气变得很不好。第32章。皮诺基奥长出了2只驴耳朵，然后变成了一头真的驴子。皮诺基奥醒来后去摸脑袋，发现他的耳朵长了1巴掌长。他去打来一盆水当镜子一照，发现自己长出了一对驴耳朵。他去找灯芯草，看到灯芯草也戴着一顶大棉帽遮住耳朵。他们互相问对方是不是也耳朵痛，最后他们同时取下帽子，2个人都长了一对驴耳朵。他们笑着笑着，灯芯草突然叫起来，哎呀，我的2腿再也站不住了。皮诺基奥的身体也开始摇晃，2个小身体朝地面弓了起来，手脚并用，开始跑动。他们的胳膊渐渐变成了腿，脸拉长成了驴脸，背上长出了毛皮。他们开始发出地道的驴叫，哎呀，哎呀，哎呀！开开门，我是小矮人。车夫在外面喊道。第33章。皮诺基奥变成一头驴子后，被牵到集市上卖。一个马戏团的经理把他买下，教他跳舞、钻铁圈。有一天晚上，他的脚跛了，于是另一个人买下他，打算拿他的皮蒙一面鼓。小矮人把2头驴子牵到集市上出售，灯芯草被一位农夫买去，皮诺基奥卖给了一个马戏团的经理。新主人把他牵到马厩里，给他的草里添上草料。皮诺基奥刚尝了一口就吐了出来。你该懂得，像你这样的一头驴子，难道要我拿香肠喂你不成？主人抽了他一鞭子，挨了这一鞭，皮诺基奥便乖了，不再说什么。他花了整整3个月，学会了跳舞、钻铁圈，终于来到了演出的日子。
那天晚上，剧场里座无虚席，皮诺基奥表演了走路、跑步。他朝上看时，在包厢里看到一位美丽的夫人，那是仙女。他太高兴了，试着呼喊啊，我的仙女呀！可是从他喉咙里喊出来的却是驴叫。经理用鞭梢敲了一下他的鼻子。皮诺基奥试着钻圈，两条后腿被圈勾住了，栽倒在地上。当他站起来时，他成了跛子。第二天早上，兽医宣布说他可能终生瘸腿。经理把皮诺基奥卖掉，买主付了20里拉，把驴子牵到海边，在驴脖子上绑了一块大石头，推进了海里。第34章，皮诺基奥被扔到海里后，被一群鱼吃掉了，然后又恢复了木偶的原形。正当他往岸上游去时，又被一条可怕的鲨鱼给吞了。小毛驴沉入水下50分钟后，买主开始拉绳子，拉上来的不是一条死驴子，而是一个活木偶。你刚才还是一头驴子，怎么转眼间变成了一个木偶呢？买主惊呆了。鱼儿吃完了裹住我全身的驴子外壳，就吃到了木头那儿。他们对付不了木头，就放弃了。所以您拉起绳子时，看见的是一头活木偶。我花了20里拉买下了你，我要索回我的钱。买主喊道：您卖掉我好了。皮诺基奥说完，跳进水里，愉快地游着喊道：再见，主人。他一溜烟游了出去。突然，水里钻出一个可怕的海怪的头，正是鲨鱼。那条鲨鱼张开大口，飞速地朝他游来，把他一口吞了下去。皮诺基奥沉入鲨鱼的肚子里，四周一片漆黑，只有风从怪物的肺里产生的呼吸声。是谁在这么说？皮诺基奥问。是我，我是可怜的金枪鱼，和你一起被鲨鱼吞了进来。我不是鱼，我是个木偶。你怎么会让海怪吞下肚的？不是我让他吞的，是他要吞我。吞下我们的这条鲨鱼很大吗？它的身体有1公里长，尾部还没算呢。皮诺基奥在黑暗中似乎看到远远的地方有一星亮光。第35章，皮诺基奥在鲨鱼的身体内找到了他的爸爸杰佩托。皮诺基奥在黑暗中摸索着，朝闪动光亮的地方走去。走着走着，他看到了一个小桌子，小桌子上有一支点燃的蜡烛，桌前坐着一个苍白的小个儿老头，那是他的爸爸杰佩托。啊，我的老爸爸，我终于找到你啦！现在我再也不离开你了。这么说来，你真的是我的亲爱的皮诺基奥吗？是我，正是我。皮诺基奥扑在爸爸的脖子上，哭着讲述自己遇到的种种不幸：逃学、被骗、掉在树上变成驴子、被沉入海底等等。你是怎么被吞进来的？我坐了一个小船来找你，一个巨浪袭来，掀翻了船，一条可怕的鲨鱼向我游来，把我一口吞下了肚。你被吞进来有多久啦？大概2年了吧。那你是怎么活过来的？鲨鱼把一条商船也吞了，船里装满了罐头、饼干、酒瓶子、蜡烛和火柴。靠这些我才活过了2年。皮诺基奥说，我们必须逃走。逃？怎么个逃法？从鲨鱼的嘴里逃出去，投身大海游走。他们穿过鲨鱼的整个身体，来到喉咙口。鲨鱼张着嘴睡觉。皮诺基奥附在他爸爸的耳朵上说，快来，爸爸，跟我走，要不了摇一会儿，我们就得救了。他们沿着喉咙往上走，踏上那条又宽又长的舌头。就在他们要跳入大海时，鲨鱼打了一个大喷嚏，把他们又扔了回去。蜡烛熄灭了。现在怎么办？我们必须试着再逃一次。跟我一块儿来，别害怕。皮诺基奥拉起他爸爸的手，沿着喉咙往上走，踏上舌面，跨过3排牙齿，骑在我的肩上，紧紧抱住我。其余的由我来办。杰佩托刚在儿子的肩上坐稳，皮诺基奥便纵身跳入水中，游了起来。大海平滑如油，月亮洒下银光，鲨鱼仍旧睡得死死的。
第36章，皮诺基奥终于由木偶人变为一个真正的男孩子。金枪鱼来了，他让皮诺基奥和杰佩托揪住他的尾巴，带他们游到岸边。几分钟后，他们上了岸。天亮了，皮诺基奥扶着爸爸走向一个茅草棚。会说话的蟋蟀住在那里。蟋蟀说，青发仙女把棚子送给了一只山羊，那只山羊长着一身青色的羊毛。仙女已经不再回来了，她痛苦地离去，好像在说，可怜的皮诺基奥，鲨鱼也许把它吞掉了。皮诺基奥哇的一声哭了起来。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去推水车换取一杯牛奶给爸爸喝。他学会了编竹筐、织草席，还自己动手做了一辆小车推爸爸出去呼吸新鲜空气。有一天晚上，他对爸爸说要去买新衣服。在路上，一只蜗牛告诉他，仙女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她遭受了太多的不幸，连买面包的钱都没有。皮诺基奥把自己仅有的40块钱交给蜗牛，让送去给仙女。你怎么买新衣服呢？蜗牛问。穿不穿新衣服有什么关系？为了帮助他，我甚至甘愿卖掉我这一身破烂衣服。那天晚上，皮诺基奥干活干到半夜12点，在睡梦中，他看到仙女，她是那样美丽。他在她脸上甜甜地吻了一下，说：皮诺基奥，你真好，因为你有一颗善良的心，所以我原谅你以前犯下的种种错误。第二天早晨，皮诺基奥醒来，发现自己不再是一个木偶，而是一个孩子，跟所有的孩子一模一样的孩子。他看到一件新的、很漂亮的小衣服，一顶新帽子和一双小皮鞋。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巧的象牙钱包，里面装着40枚金光闪闪的崭新的金币，还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青发仙女归还亲爱的皮诺基奥的40块钱。感谢他的一颗善良的心。他走进旁边的房间，发现老杰佩托安然无恙，快快乐乐，轻轻松松。杰佩托重新操起了刨木头、凿木头的木匠活儿。爸爸，我太奇怪了，这些突然的变化该怎样解释呢？皮诺基奥跳过去搂住他的脖子问：要说嘛，我们家发生了突然的变化，这都要感谢你啊。因为当坏孩子变为好孩子时，他们全家人都喜笑颜开，大家都跟着沾光啊。皮诺基奥望着靠在椅背上的那副木偶架子，高兴地自言自语说：当我还是个木偶人时，我的样子真够滑稽可笑的。现在我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男孩子，我多么高兴啊！全书完。